绕什么圈呢？小英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阿英，我才送你去历劫十七八载，给了你一个公主的身份，怎么结束的这么早啊？难道连皇家的真龙之气也抵不住你这丫头的衰运了？你忘了你说过什么？在送我历劫之际，你说这一世必定是长久安乐，可结果呢？被亲皇兄给……唉，也是个糟心的命。真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这条路我都走了20几遭了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这是哪家的仙君啊？看着气度不凡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过他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？哦，我知道，好像1000年之前，他喜欢的一个女仙君，爱上了妖族的狐王。那女仙君助狐王毁仙界灵山，掀起仙妖大战。他亲手在3军阵前将心爱的女仙君用法器劈得仙缘尽散了，所以他每年都会来瞧瞧，看看能否寻到那女仙君的一点残缘。仙缘尽散了都不肯放过他，真是够狠的。不过是求得一些心理安慰罢了。也是，既舍得亲手劈死他，又何必痴缠呢？我若是那个女仙君啊，我必定是生生死死，永不相见。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方才小妖君说，那个引起仙妖大乱的女君叫什么？阿英。我是说她叫什么？叫阿英。兄爷，方才那人可是阿英？这世上哪还有阿英？神君忘了，你的元神剑是至高法器，剑下岂会有残存之人？一切都是殿下的幻觉罢了。阿英，我们终会相见的。师兄，你教我的功法已经练好了。
你这孩子，在壳里孕育了100年，总算需要涅槃降世了。3界平静了这么久，是该有点喜事。参见陛下。在咱们梧桐岛，就叫本座凤凰。是。传本座令，宣告天下，梧桐岛要大宴宾客，庆祝第2只火凤降世。自祖神开天地，火凤从来是一灭，方有一生。这还是头一遭，现任的凤凰还在，就诞生了第2只小火凤。这凤渊只怕是正等着把这凤族的重任交给小火凤，自己躲清闲去了吧？见过贤主师叔。师尊，礼已经备好了。古晋与凤帝是故交，就让他去送礼吧。时辰差不多了，你小师弟他人呢？弟子已命人去找了。这可是100年难得一谈的文仙酿，只剩下最后一坛了。诸位，开个价吧。我出万乙岛龟蛇灵芝草1根，吃了可延年益寿。能延年益寿算什么？本君出一件绝无仅有的东西，本君200年的修为。200年的修为，是。古剑，你存心跟老子作对是不是？这每一次的文仙酿都被你一个人给买走了，要不要这么自私啊？价高就得吧。老板娘，我乃是大泽山弟子，纯正的仙门正派，这200年灵力够换这瓶酒吧？成交。多谢。古剑，为了一口酒，连大泽山的名声都不要了。东华上君怎么会收了你这么个废物徒弟啊？没喝到的人才会问出这样的蠢话，喝过的人就只会说好酒，白狗。爱喝不喝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小师叔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日子来得正好，把我200年的修为付给老板娘。啊？那不是200年？老板娘，这呀，小师叔，这是你新收的弟子哦，是，这孩子啊，才从人间修到上界，我看苗子不错，便收在门下了。好，本座赐你仙号青衣。还不快拜谢师祖！哦，青衣拜谢师祖。起来吧，你好好修炼，未来必大有可为。这大泽山上人人皆可学，唯有你一个小师叔魂不正经，千万莫要学他。师尊，师祖，师祖，
找到小师叔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小师叔在仙街上跟人赌酒，把自己200年的灵力全输光了。哎，什么？他统共才200岁，可不是嘛！我这是好说歹说，又给了人一堆的仙气，最后还是答应让您老人家去给他的酒馆题字，人才给还回来。荒唐，荒唐！臭小子！师尊，时辰也不早了，还是等师弟回来以后再教训吧。你们坐雪原仙车去吧。青衣啊，好，你才上界，也跟着小师叔去长长见识。是师祖。青衣，看好你小师叔，千万别丢大泽山的人。青衣师弟，你的运气可太好了啊！刚上界就败在了大泽山门下。你可知道咱们大泽山那是1等仙门呐？1等仙门，那咱们是不是最厉害的？这9州8荒以远古上神为尊，这神界之下，人界之上，还有仙、妖、幽冥为下3界。这神界啊，那可是真神住的地方，唯有修成上神才能飞升到那儿。只不过可惜啊，这神界的大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。我原本以为做了仙便是尽头，没想到还能成神。哎，那我们仙界是不是归神界管辖？是，也不是。天地万物有其各自的运行方式，3界呢也各有其主。神界啊，很少干预下3界之事。师尊，您坚持让古晋去梧桐岛，可是因为他的身份啊。下3界除了我们师徒3人，便只有天帝和青池宫长公知道古晋的真实身份，乃是真神血脉。 200年前，灭世之劫现世，缘起的父神帝眷为了阻止这场劫难，以身殉世。他的母神颐和伤心过度，从此关闭了神界，全心全意拯救帝眷神君。可怜缘起受此刺激，不知何故，神力全无。他的母神便将他送到下界来历练。火凤是真神的灵兽。 这刚出生的小火凤与古晋的关系匪浅，所以这一趟必须由他自己去。拯救3界，陈师叔这么厉害？人神有什么好玩的？冷冰冰，没啥意思。小师叔，莫非你去过？我没去过，猜的。哦，刚成仙啊？是啊，小师叔。行。 就凭你这身小师叔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呀，小师叔，你那仅有的200年灵力都没了，你拿什么罩我呀？200年灵力而已，等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咱们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时间。200年灵力嘛，玩玩就回来了，我不在乎。哎，小师叔，别提了啊！师傅他老人家呀，已经给你要回来了，赶紧收回去吧。 多谢师尊了，这不是挺在乎的吗？聊胜于无。虽然呢，你要是被人打了，小师叔照顾了；那要说到吃喝玩乐，我准没错。刘峰，那不是前天帝送给东华上君的雪原仙车吗？想必里面坐着他那个废物徒弟。耍耍他。 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姐，让我停下来！于峰，哎
呦，万一老弟呀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，快里边请。哎呦，东海龙王老弟啊，好久不见呐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本军将士这么热闹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这样就认不出来我喽。天帝大人，我水凌云的直系部出口了没？大胆！妖君洪若，此等仙界盛世，怎许你来捣乱？东海龙王有所不知，洪若妖君是我们凤凰多年的挚友，是特意来送祝福的。给你的信，3日前便已送出了。你这几日做什么去了？路过昂陵龙王治下的海界，发现几只九头蛇在作乱，一时手痒，就忍不住砍了。东海龙王，我瞅你这里也不怎么平安呀。他竟敢当面顶呀！还是这般不肯吃亏。今日是凤影那丫头降生的日子，你别忘了，当年咱们在金幽山，你收我一局时曾经答应过我，在凤族里任意挑选一个侄媳妇儿。你看，今日我连定亲礼都带来了。你就算拿整个狐族与我为聘，我都嫌轻。今天拿个九头蛇的内丹就想糊弄我，不怕我掀了你整个狐狸窝？这只是见面礼。等凤影成年，我自会拿聘礼来提亲。你堂堂天帝，可不许耍赖啊！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呀！我凤是凤族王者，怎可许配妖族为亲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！妖仙怎么能推春呢？谁说我要娶你们仙族女子了？早知道你过来是这个目的，我才不跟你来。红爷爷，你少自作主张。别说我现在不想定亲，便是想定，妖族里成千上万的女子，岂不是比捧仙族的臭酒强？红爷，不得无礼。这妖精倒是脾气冲得很，难道是和我们仙界有仇？你这侄子性子倒和你一般无二。小子，你若不想成婚，也莫要辜负了你姑姑的一片好意，须知言多招悔。你走不走？红叶，红叶，来都来了，就算不谈亲事，仙界不乏法力超人的有为仙君，若能在这儿结交几个好友，切磋法术，也不枉此行啊！浪费时间。你没事吧？多谢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小师叔，这就是你说的法力超然的仙族仙君，跟我切磋得着吗？红叶，不得无礼。哪位啊？
什么切磋？用你管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你方才甩出去的人是谁吗？这位可是大泽山东华上君的高徒，有本事的话，跟他比试比试。不必。什么比试？我就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切磋的。你走不走？你若还想留下来攀附仙族，我自己走。不义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伤了大泽山的高徒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哟，林峰大少什么时候那么为我说话了？我对刚才那位妖君还有话想说。若是林峰大少能助我追上那位妖君，这2日的文仙酿，不禁双手奉上。当真？嗯。既然林峰大少会这占云诀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脚底下贴着个腾云符，有何用？你耍我！方才烧我仙车的人是你吗？是我。好了，阿季，陛下还在上面看着，你不怕闹笑话？好了，各位都入席吧。这个仙君是？孔雀王华墨，公主华书到。华墨邪女华书，见过天帝陛下。孔雀王不必多礼。多年不见，你们家这个伶俐丫头越发的光彩照人了。谢陛下，快请坐吧。师兄，这仙界的女君都这么漂亮吗？这满屋子的女仙君，竟比不上华叔的一根手指头。后悔跟碧云定亲了吧？华叔是挺美的，但万一刚出生的小火凤艳压四方，你岂不是又得退一次婚了？是得好好考量一下。孔雀也不过是2流仙门，却总是仙比天高。你瞧瞧他，把孔雀玉带戴在头上炫耀，殊不知凤族有一个传承真神的火黄玉，那才叫尊贵。等火黄玉一出，孔雀玉带还不黯然失色了。正如小火凤一出来，谁还注意到他呢？诸位，请。不好好在壳里待着，倒用我教你的幻形术满岛乱跑。说，为什么要跑出来？我若是不赶紧出来看看，我都不知道要被你随便指给谁了。对了，师尊，以后我的婚事我要自己做主的，你们谁都不能安排我。你这个乖张性子，
也不知道是随了谁了。随你呀。我有一事小问：若是做了神仙，尊卑贵贱可都是天定的。为何这样说呀？我方才看到一些女仙君，她们都想加入高门，还有那些男仙君也是如此，个个攀比家世，好比家世就是一切。我不太明白。他人可以这样想，你却不可。你天生就是王者，怎知他人的苦处？那我想好了，我不要一将士变作凤凰，我要去游历四方，品人生八苦，然后再回来，公平地与族人竞争凤凰之位。你当王位是这么好做的？哪粒火凤不是历经重重劫难啊？等你降生之后，不知道有什么苦在等着你呢。主人，今日来客众多，梧桐岛撤了结界，我正好混进去伺机而动。再过1个时辰，就是火皇降生时，那火皇玉想必就在他身上。200年了，本尊等这个机会等得太久了。当年仙妖2族把本尊封印在这煞域，凤渊也有份。哼！拿走火皇玉，杀了那只小凤凰。你答应我，今天生辰来向我家提亲的，为何迟迟不来？你是不是惦记上华叔了？我看你今天看他，眼睛都在发光。我那是帮雷彻长眼呢。其余他们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大个院子，到时候又走丢了。今日来的大多数仙门都想攀这门亲事，可我说，你们都是痴心妄想。火凤本是真神灵兽，除了那唯一的小神君缘起，谁能配得上他？真神怎么了？他一直在神界，谁都没见过他，说不定他丑绝人寰，小火凤根本看不上他。你怎么能妄议真神？怕什么？神界的门关着呢。再说了，那个缘起，无非就是比我们投胎强了点，还不是自打出生起就爹不疼娘不爱。嘘！而且我听说呀，当年的神界呀乱着呢，他的母神猗猴和一个下界神君有一段风流韵事，说不定啊，缘起并非他们亲生。地卷神君训示，或许就是发现缘起并非什么真神之子，气得往那灭世之劫里一跳，反而成全了他的美名。住口！你谁啊？竟敢口出污言！又是你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地卷真神乃是为了苍生而死，你连说他的资格都没有。罪在我身上，我爱怎么说怎么说。雨风别打了。雨风，停下来！就你这样毫无先例，还敢替真神出头，你真是自不量力！混蛋！你放下来！你快放他下来吧！你方才的话叫他听了去，若传出去就不好了。你倒是提醒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他方才听了我们说话，若是不消除他的记忆，他定会出去乱传，再惹来祸端。你连下军都未曾晋级，余烟这种法术非得上军法力方可施用，一个不好，恐怕伤他元神。无妨，我看我爹用过，看起来也不难，消除一半也是好的。你个混蛋！停下来！
人在多管闲事！放我下来！红裙子，刘邦，莫非阁下是华叔殿下？华叔，华叔殿下，吕布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不是真的。华叔殿下，我跟古今就是闹着玩的，你别当真啊！华叔殿下，被一个女人所救，想必你也不好意思声张。华叔殿下，方才替我解围的，可是殿下？原来是把我错认成刚才墙角那个女君了。啊，在下大泽山古剑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原来真的是你，多谢殿下出手相助。脏了。啊，多谢。今日若不是殿下，我恐怕难逃一伤。我会报答殿下的。不必了，举手之劳，无需客气。不可。师尊曾经说过，知恩图报，有失有还。殿下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告诉古剑，古剑一定为您取来。这位小仙君真是好大的口气。我们殿下想要什么，仙君真的都能得来吗？当然。那好。我听说小火凤有一块颐和真神所赐的火黄玉，必是这一件，小仙君你就拿不来。火黄玉，殿下是想要这块玉吗？只是想见识见识。仙君年岁尚轻，经世少，实在不应随意许诺。不，我可以取来，我这就为殿下去取这块火黄玉。告辞。殿下，殿下为何要扔下这桩事呢？方才明明就不是您啊！大泽山的人情，送到眼前的为何不要？说不定以后有用得着他的时候。至火结剑，怪不得无论如何都破不了。他的血竟可以破结界。
这怎么回事？我不要你的灵力！啊！说。仙缘都散尽了，散尽了，散尽了。什么？ 陛下，燃魂刀，我同你去。3界之内，连凤影的一丝仙缘气息都没有。怕是已经被后方玉撕碎，堕入时空乱流之中。你为何会出现在凤影的涅槃之地？我就是想借那块火黄玉瞧瞧。你要看到火黄玉做什么？ 我原本在结界外的，但不知怎的就有一股力量想把我往结界里扯。我原本都用锁仙咒把自己控制住了，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道黑影，就把我的锁仙绳斩断，我就还是被拉进来了。那火黄玉好像受到什么惊动，它突然就炸开了。速去查查，岛上可有此人？陛下。 几万年才生一个火凤，今日不明不白的纪念，请陛下赐他劈骨雷刑。是啊，陛下。纵然他是东华的弟子，但他毁了我凤凰一族的王者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此仇不共戴天。陛下。 无论如何解释，都是我一时莽撞，才会让小火凤仙缘气散。无论何等惩罚，都忍。还请陛下手下留情。不必手下留情，任何惩罚我都忍。你让我如何向你师尊和你爹娘交代？无论我是谁，总归一人做事。 一人挡。陛下，手下留情。陛下，诸位长老，
老夫掐指一算，知道小徒顽劣着了祸端，这就赶来了。还请诸位看在老夫的薄面上，给小徒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还怎么补救？陛下用燃魂灯都已经寻过了，凤隐的仙缘已经撕碎，3界之内踪迹全无，连重聚之日都没有了。老夫这里有一座镇魂塔，乃上古神器。小凤君虽然仙缘散尽，但肉身还在。若将他的肉身蕴养在这里，可保不腐。日后小凤君仙缘得归，还可以免去万年的苦修。老夫还知道，幽冥界有另一座镇魂塔，2座一同召唤，或许能换回小凤君的仙缘。问天路，师尊，我可以去问天路，只要能让小凤隐回归，我怎么做都可以。问天路乃通神之路，有神之威压不说，若有求于问天时，还必须扛住9道天鞭。这天鞭鞭鞭打在元神之上，若你不是半神之力，恐怕会先梯陨落。问天路万万不可去，我这就去幽冥界求借另一座镇魂塔。还请诸位给老夫一个机会一试，若不成，再惩戒小徒不迟。事已至此，就请东华上君试一试吧。终无悔的四季，万年如来，总是触碰思念。笔墨浓淡，我是出来的人，却已碰过往心头幽暗。昔时秋烟，昔时余回首之间。人道深知，我有所求，智者所观，只破无名。古晋，不，小缘起，你可是来求问小火凤之事？是，问天师，我想求得凤隐仙人回归。那你可知，无论你是低阶小仙还是真神，求到问天时，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我知道，但若不是我当时恰巧在那附近，那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破开天地的至火结界的。又是因为我身上的混沌之血，才引得母神亲赐的那块火黄玉，将我认了出来，将那小火凤的仙缘都吸尽了。这一切都归咎于我。那火凤历来一灭方有一生，凤隐本逆天而生，所以他的回归更是逆天之举。你若此刻后悔，还来得及。我不会后悔的。无论是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好，那便记住你今日之言。本神赐你一道劫难，你会以身应劫，换取凤隐归来。盼一生的满，盼来世情长，盼花开，花谢在冬上。
凤隐的仙缘会重新聚集在三界之中，若有机缘，便会回归。与你手岁岁，以身应劫。没想到，为了凤隐回归，要让古镜付出如此的代价。这问天石的咒，可有解法？问天石乃祖神擎天所设，你与问天石做了交易，便是对祖神做了承诺，如何能解？就算古镜躲回神界，也避不开。你不知这劫何时来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，终其一生啊，只怕是不得不提心吊胆。帝卷真神尚未苏醒，颐和当年把这孩子交给我们，难道就让这唯一的真神血脉陷入危机吗？唉，老夫昨夜推算古镜的命数，他的劫生门意在凤隐的回归，他们之间因果缠绕，绝非这么简单。总之啊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数，他们的命运又岂是你我能决定的？顺势而为吧。罢了。这200年，我已集齐了陈放的仙缘。自明日起，我会闭关海外，为陈放蕴养仙缘。天地之位，我已暂时交给蓝风代理。这3界，该留给年轻人了。至于古镜说的那个不知是妖是仙的人，至今未找到下落。日后，恐3界未必太平啊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我给你送酒来了。小师叔，这一路，这一路。青衣，我来了。传吾谕令，古镜顽劣误事，禁足后府，不得出。飞驰，你也太尽忠职守了吧！陛下说了，每个月允许青衣进来1刻钟给我送吃食，这时间也快到了，你通融一下不行吗？差1刻，差1瞬都不是1月。还有啊，请叫我火赤，谢谢。我迟早把你放火上烤了吃掉。小师叔，哎呀，我的醉玉露，等的好辛苦。谢了，青衣。小师叔，师傅都说了，他的醉玉露虽比不上文仙酿，可以是1年才得这么1桶，灵力充沛，你可得省着点喝。哎，省着点喝啊！哎呦，知道了。这个月又只能一直钓鱼吗？禁谷也没有别的玩的了。好吧，来吧，嘿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回信来了。信？哦，华书殿下的信。我进来之前就给华书殿下写了信，我都在这待了10年了，为什么信还没回来？小师叔，我看你就别惦记那封信了吧。
华叔殿下是我们仙界第一美人，想跟他成亲的人能从百鸟岛排到咱们大泽山。什么？他要成亲了？没有，还在等我就好。天帝都说了，小火凤一日不苏醒，你就一日不可出禁谷。可是到现在，小火凤还没有醒过来，你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你一个人在这孤单寂寞的，我真怕你会得了什么心疾了。你问我，我能问谁呢？按理来说，这问天石也不应该出岔子。说那么大个禁谷，就我还有一些未开智的野兽，我感觉再这么待下去，可能连兽语都要学会了。时辰将至。我的追路。还好，没醉，没醉就好。秦毅，先帮我拿着。哦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一颗水凝兽的蛋。水凝兽？那是什么？水凝兽你不知道？水凝兽乃是我们九州八荒最补的灵药，它们的灵丹是大补之物，可以修复破损的内丹，还可以补充百年仙力。皮可治外伤，骨可治火伤，连指甲都能入药。可惜水凝兽一族在7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，居然被我在禁谷发现一个。这么厉害，小师叔，那你要把它吃掉吗？我怎么可能把它吃掉？要不然，把它送给凤仪吧，说不定他还能提前醒过来。时辰已至，速速离开。时辰到了，小师叔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你的蛋孵出来，我再来看你。啊，那个回信来了，告诉我啊。好。那些仙兽都是怎么把蛋孵出来的？需要胎教吗？小家伙，那个，我也是第一次孵蛋，没什么经验。但是你的仙丹对我很重要。一呢，你能救凤仪；二呢，我跟华叔殿下的未来就压在你身上了。所以你要好好加油，跟我一起把自己孵出来。好吧，但是今天好像也不早了，明天再努力吧。吃吧。好像那些当娘的都喜欢把蛋窝在最暖和的地方。
都那么久了，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算了，再泡会儿吧。青衣这卤肉做的倒是挺好吃的。凤影沉寂那么久，一醒过来就吃一颗灵丹，会不会太清淡了？哼哼，卤味蛋腌制技法，八角。搁里头，桂皮还是大的，一丢香叶，搁里头，胡椒，每日泡一泡，等你破壳之日，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卤味灵丹了。原来你长这个样子了，跟画册里长得也不一样，更健康一些。看来小爷我孵蛋技术还是不错的嘛。嘿嘿。你笑个头啊！刚出壳就乱跑，还跑禁谷里头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禁谷里头全都是一些凶猛没开化的野兽。你自己就这么跑出去被人吃掉怎么办？你的灵丹是我的，被他们吃掉你要白白浪费了，听见没有？哭什么？好了，你别哭了。我就吓唬吓唬你嘛。你现在也化形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拿你那单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算是你的亲戚吧。要不然这样，等你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去请教请教他，直接用你的灵力救人，行吗？好了，来，来。
没想到真把你扶出来了。兄弟，要不然做我灵兽如何？看你嘤嘤的，哭那么难听，叫你阿英如何？喂，哦，你别乱跑！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？哎，下来！你别跑到上面去！哎，别乱跑！我都跟你说了。折腾了半年了，还没折腾够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连这院子门都别想出。别说了。小狼，叫唤一声，叫唤也满意了，吃，爱吃不吃。我告诉你，不吃饿的是你自己的。吃饱喝足，小爷我先睡了，乖乖待着，别做徒劳的努力了。我布了结界，保能出去算你赢。这是什么？我看那大坏蛋好像很喜欢喝，那我就全部给他喝光。阿姨，别闹，一会儿给你拿吃的。阿姨，你毛怎么变长了？
你谁啊？喂，我问你话呢，你谁啊？呢？你是阿烟？你化形了？化形？我还可以说话？你怎么？吃了你！刚化形就想把我吃了，报复心那么强，就你这点仙力，斗得过本大爷吗？喂，你我啊！师尊，水凝兽已灭族数万年，没有水凝兽灵力来源玄湖之水的滋养，水凝兽极难存活并孵化，更别说短短时间就能化形。是以弟子听闻青衣来报，深觉不妙，前来告与师尊。阿姨，我回来了。我派人给你送了新衣服穿了吗？这个锅干嘛？要给我做饭？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！阿英，你穿着新衣服还挺好看的。你做什么？快把我放下来！你一个刚化形的小仙兽，什么时候学的锁仙咒啊？想剖我蛋，坏蛋！今天炖你！炖我？你就记得我剖你蛋的事儿了是吧？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的好呢？我照顾你，我把你孵出来，你换成人形，我还给你换新衣服，这些好事儿你怎么就不记得呢？你先赶紧把我放下来，我们好好聊。我噗！八角、高丽土、味皮、高丽土、香叶、高丽土、孜然、高丽土、这些高丽土，全部高丽土。行，有本事你就把小爷我也高丽头。来，高丽头。加大火力！啊，阿爷！赶紧把我放！你什么时候偷的我的乾坤袋？你别乱动，里面都是一些灵符仙气，你用不好会被反噬的，阿爷。阿爷，喂，你真来啊！臭丫头，跟小爷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喂，哎呀，你真别乱用这些仙符，这是一个小符啊！快给我！哎呀，快点把符给我撤了！啊，这个不许这是电梯！哎呀，好，快给我解开！啊，这个真不能！我的屁股！阿姨，你玩够了没有啊，臭丫头！小爷，我要是认真起来，你小命可就不保了！哎，你别碰我刀！
把刀。哎呀，你这就过分了。既然你换了刑，咱们就得讲讲仙剑法则，君子道友。实话实说，你是我帮你从大理孵出来的，对吧？你现在不报答我的养育之恩就算了，你还想让死吧？上山，带你玩个更好玩的。别说话。这小子没一点长进，还能被个小仙兽止住了。谢山，山门卷。师尊，阿俊名册上这血光，是劫难破境之兆。他向问天使许的以身应劫之诺，还是没有躲过。这水凝兽，正是他的劫难。千机算尽，仍躲不过天命啊！古今乃地卷真神和伊河真神心头血化成，继承了最古老纯粹的混沌血脉，怎么会怕一个小小水凝兽带来的劫难？这水凝兽来得古怪，为师看不透他与阿进的未来。若他带给阿进的是万劫不复、生死神消之劫，真神也不可幸免。一个不值一提的低阶仙兽，敢威胁到小神君，杀了就是。贤善，这位正是青池宫长公红绸大人。他自神界下来，是一直看护小神君长大的。贤善见过红绸大人。东华，你当知道，我下流仙界看守青池宫，只为等候小神君重返神位的一天。我将你大泽山山门卷录记在掌心，时刻挂念着小神君的安危，就因为我信不过你。红绸大人还是如此不留情面呢。就因你没及时阻止小神君，才让他以身应劫换得火凤身阶。当年若是我，宁可我上问天路，也不会让小神君有丝毫受损。火凤一脉纵然珍贵，可怎比得了小神君的安危？如今这劫难破境，你还不尽快把这低阶仙兽抓出来处置了？万万不可！小仙兽也是3界生灵，岂可随意杀伐？伊河真神早有诏谕，不可为小神君乱了3界秩序。此举为天道，也会损害小神君自身机缘。我可试试避开此劫的法子。好，那便试试。若你的法子不成，我便用我的法子处置你小手。喂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我才不走呢！为什么不走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这是什么？雄奇吧。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开心了吧，臭丫头？好，聪明。这穷奇最爱吃的就是果脯了。该怎么夸你好呢？算是聪明些了，但这符咒估计撑不了多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算我这。
接我点。厉害吧？哦，快跑啊！师尊，成了。我已将他二人结成主仆器。这水宁寿小阿音已成了小神君的仙仆，无论杀身劫、情劫、恩怨劫，都可借此契约化解。只要主仆期不解，小神君便可安然。正是。师尊已是半神巅峰，几近尽神。他老人家结的主仆器，3界能结者少之又少。大人，只管放心。那便先留着这小兽的性命。我会一直关注小神君的安危状况。这水宁兽胆敢进犯，我也不会再与他客气。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学我说话？明明是你学我说话！我。不忘记是不是？小师叔啊，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叫我来这找你的。哦，这就是阿音啊。哦，他这是受主仆器惩戒了。主仆器惩戒，那是什么？师尊将你和阿音结了主仆器，他不可对你起歹心，不可生妄念，不可伤你分毫，不可……等等，你的意思是这臭丫头以后休想再伤害我？谁允许你们给我结主仆器的？否则就会像这样受到惩戒。是这样。这有什么？这也是受主仆器的限制，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你的周围，而且必须听命于你。听命于我？哦，有意思。感谢师尊，救我于水火。
出声音。还拿着刀呢？折腾一宿了，挺倔啊。徒儿，该出来了。师尊。来了，走了。禁武的禁制解开了，难道小火风已经回归了吗？臭丫头运气不错啊，刚化形就能出去见见世面。出去以后得听话一点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